昨天发的4双行哈，今天马上补一把实战素材。今天指导棋和自己的号一共打了11把，有7把吃鸡，另外4把是老二。我摸索出了一套稳定能玩到杰斯的这个手法，运营手法。上至千分，下至翡翠，基本上是一个套路通杀。核心要义就是利用好征服者这个羁绊，在中期通过人为的去提升质量，来转出一波连胜，再通过连胜的经济和4征服的层数。来弥补我们拉人口和地牌的投资。这把2星的是魏奥莱，所以说我就拿了一个收集者。如果说2星的是德莱文，并且前排有质量的情况下，我可能就会去拿投机者。前期过渡的话，就是先抓强卡的对子，能对出质量的话，我们就围绕对出来的质量去给它做装备。像第一波的话，拉人口可能也没有特别大的提升，我这里就选择不拉。这里没有确切的能够走出高连胜的质量，我们就选择沉淀，能吃利息吃利息，但是呢，场面质量也不降，不会为了吃利息去卖掉一些2星单位，不会去把我后续转连胜的这个可能给否掉。手里的这个腰带呢，在选秀回来也是做了一个血手，可以看到我们和装备是完全没有考虑成型的阵容是怎么样，首先满足过渡就可以，最后成型的装备，一般我们能在选秀和野怪回合，或者说在海克斯这边去弥补回来，而且高费卡阵容。他看的是一个羁绊的强度，对于装备的要求其实没有那么高，很多时候只要是能够适用这个位置的装备，3件塞满就可以了。所以说对于高费阵容来说，装备的数量是大于装备质量的。最后这波没有选择拉6啊，是因为看到外面有一家质量还要更高的卓尔不群，不然一般情况下的话，这里如果说拉人口是稳赢的，按这个经济来说的话，我应该是拉的，当然最后输掉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没有拉人口，胜负关系稍微烂一点无所谓。这把的收集者还是很给力的，爆了不少钱。第2轮的海克斯选择的话，这里吃了灵魂其实还可以，但是想拿一个魔法投掷。魔法投掷的话，它只要不给钱的话，其他给的装备或者说战力，它其实都是高于一个金色的，带点随机性的这种海克斯啊，它给的东西都是物超所值。那这一把的话，我们没有4征服者，或者说哪怕我在6人口递了牌，把4征服者上去，场面质量会不升反降。那怎么样才能保证我这个3阶段的节奏能打出来呢？常规矩的做法当然就是在4铁血征服者的基础上递个3-5下，把一切能用的质量都利用上去。比较公式的板子就是这一套，当然不要那么死板，有4铁血征服者就可以了。目的是递牌提质量，而不是递到公式卡。提质量的目的是打出这个阶段的节奏。只要你递过牌了，一定是能打过没递过牌的。当然，偶尔可能会被1家赌狗断掉，比如说孤胆拉克斯啊这种。3阶段有4征服者必递牌的逻辑是什么呢？是征服者的收益是人为可控的。第一波10层的2块，第二波35层的5块，第3波65层的4块，一共是11块钱。你把这11块钱预支出来，提到这个阶段开始的时候花，那换取的容错相当于是白减的。那为什么一定是3阶段去提呢？是因为这个4征服它不可能在4阶段去吃吧？到4阶段大家都起质量，你基本上是换不掉怪的。而且3阶段递牌的收益远高于4阶段。3阶段是你基本上是递了就能赢，递了就能换很多怪。但4阶段有的时候你递卡递差了，可能一波都守不住，还不如不递。而且如果说我们把整盘游戏拉远来看，最终目的是上9，找到一个终点阵容的话，那么我们其实3阶段和4阶段递卡的目的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为了提升场面质量，然后试图去找到一波节奏，然后利用这一波节奏去积累血量和经济优势，以支持我最后上9搜卡阵容成型。那正常来说的话，2星3费卡在4阶段应该和那些2星4费卡相比的话就不太够打了。但这个版本也有比较特殊的2张卡，船长和乌鸦。按输出和扛伤来看的话，他们完全称得上 3.5 费卡甚至 3.8 费卡。你在3阶段就能找到他们，并且找到他们的2星之后呢，在4阶段和别的4费卡阵容可能打得你来我往，不相上下。那也就是说，我在3阶段去找船长和乌鸦这样的质量，它不仅仅能管3阶段，它还能在4阶段发挥作用。那这样做的收益就更高了。所以从多个角度去论证分析，我们都会发现，在这个版本3阶段递卡的收益是非常夸张的。那回到游戏，这里到了4-1阶段，利用3阶段我们这个转出的一波连胜，这里随便提一些质量，那递到一张铁男也是顺理成章的开出6铁血征服者，再摊个几波。这里上卡的原则就是不降场面质量，以换怪为主。因为有6铁血征服者补充经济的话，那我们这里递卡花的钱就可以稍微多一些。
那如果说没有的话，我可能就是随便抽个几块，或者说10块以内吧。因为3阶段已经抽过了，3阶段抽过的质量在这个阶段和4费卡换怪的能力是差不多的。然后最后滑雪上9到5-2升9之后，差不多有钱地卡，血量在30到40，大概有个2-3波容错。杰斯这个阵容是4双行道骑1张杰斯就能锁血，那所以说是支持我们这样跳过8级去玩的。9级1张杰斯在短期内锁血，积攒一定的经济，找到2星杰斯完成吃鸡。第3个海克斯，大剑一流和腰带一流肯定不要，这里没有吃这些装备的卡，刷掉之后呢，保留一个巨大伙伴吧，比较不需要操作的一个战力提升。那我们这个阶段的话，其实没有那么追求即时战力。假使说我们这里有一个装备的海克斯，并且我有一个2星的4费单位带装备，我可能也会给最终提升上限的战力类海克斯留一些思考的空间。如果说我们确定能够上到9级，去完成一个高费阵容的话，那眼前的即时战力可能就没有那么重要。那这里铁男给他做了一个夜刃，把德勒文手里的大剑拆掉，做一个饮血剑，可能这个铁男就要带到底。到时候如果2星的话，我们9人口不是4外加4换形吗？剩一个 flex 位，那我这里就挂一个铁男。场上是6铁血征服者，场下是留了一些质量卡的。如果说我判断，我这里场面已经不够了，换不掉怪了，我可能就要把这个6降到4，或者说降到2，来上一些待会儿对出来的质量。比如说下面的船长，如果说有2星的话，我可能就丢上去。这种蜘蛛如果说有装备，或者说盖伦、安倍萨什么的来了，我可能就变成4外交。牌库里刷到一张杰斯啊，大家不要觉得这把是什么狗运天胡局，其实我这里找不找得到杰斯，影响并没有那么大。2星船长的换怪能力，或者说飞机的换怪能力，不会比杰斯差太多的。那对后续的影响的话，可能就是少个10几20点血，少个1波容错嘛。如果说用比较次一点的过渡卡的话，这里的杰斯说不定还没有这个2星船长效果好呢。随便调整一下站位，这个杰斯的灯是可以吃巨大伙伴的，并且不会影响，比如说这里挨着的乌鸦和铁男。所以说，在一些带盖伦的阵容当中，那我们可以让盖伦和一个单位吃巨大伙伴，盖伦的另一边放一个灯，这个灯既是盖伦又吃巨大伙伴的增益。那同样适用的单位还有塞恩，还有这个石像鬼，像假人这种中立单位应该也能吃吧。对面龟壳这个阵容真的是实力不详啊，我玩的时候就强度很一般，别人手里面好像就每次遇到都被入一卡车，不懂。下一波是这个卓尔不逊的鼠鼠，这8人口是梭哈了的，还拿了一个投资，是3个2星4费嘛，2个2星4费，主坦和主 C 都2了，又被暴打一波。我只能说这个国服的4阶段压力真的是我见过所有服务器里面最大的。但这里我不管是有没有杰斯，是什么样的质量，上来都得挨2巴掌。一边的话翻盘故事直接拿，在绝对的数值面前基本上是不存在稀释这种说法的。虽然说双擎战士提供高额的增伤，但是翻盘故事给的就是高，并且以省钱为主嘛。这里杰斯都来了，一个还不错的输出类强化，还要挑什么呢？接着刚才的说啊，就如果说我要这个阶段一直赢过来的话，其实就是3战力接梭哈，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主要停留在8人口的一个阵容。比如说之前我推荐的这个魏的几套 flex， 还有极客呀、蓝发呀这种，这样玩的话吃分确实挺稳，配合你前期的这样一个连胜过渡，但是上限会有些不足，经济非常饱满啊。然后铁男的话，既然投资了一个夜人给他，那我就想把它做满得了，到时候第一个2星9人口的 flex 位就带他了。如果说我这里是多一套法装的话，我可能就想兰博的事儿。当然铁男也可以带法装，在1星有保命装，2星有启动装的前提之下，玩这种95阵容的海克斯公式就是2战力1经济，或者说像我这样拿半战力半经济的闪耀精灵、物尽其用。在早期的话是以过渡为主，肯定不是以摆烂为主，拿一些装备类海克斯啊、战力类海克斯来打出一个早期的连胜节奏。比较常见的是第3个海克斯补经济，4阶段卖一卖血，来到9人口大概是一个30容错，有50-60块钱搜卡启动。第一波启动搜到了个寂寞啊，不过也不期望一波能够找到2星杰斯或者说2星铁男，
这里提了一个2星的盖伦上去，4双行4外交已到齐，至少是在选秀完回来之前，我们这个场面还是能小锁一会儿的。即便是走位非常不好，那也还有2、3波容错，因为每波都在换怪。又遇到我最尊敬的龟壳阵容，我还没有找到2星杰斯和2星铁男。就正常来说，如果说决赛性的对决大家都把质量给上齐了，假如我这一把铁男没有装备，他身上的装备转换成肉装啊，给到了蜘蛛，给到了乌鸦，或者说另外一套物理系后排装给到船长，那这里的 flex 位就可以挂一个莫甘娜，可能会有奇效。莫甘娜的紧盾效果不仅能拿来打孤胆英雄拉克斯，那对龟壳的话，也是能够让他的这个前排能很快的被过过去。这把就是一个标准的节奏，到5跟5这一波的话，你就得提一个2星5费上去了，可以是杰斯，也可以是铁男，也可以是你用的兰博或者妖姬，他们最好是能够带装备。来到6阶段，我的杰斯还没有找到2星，这不能说算运气好吧。到后面的话，杰斯和船长装备有一个优化，就是让船长来带青羽，如果有多的物理装可以给杰斯。这波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对位，铁男是站在了中间，可能第一时间吃到了列娜塔的伤害，让他死得比较快。同时呢，自己是没有把伤害打到列娜塔身上的，让对方的 C 位存活了太久，输掉了最后一波容错。跟他的战力差距其实不是很大，如果说这里最后存活下来的是杰斯，可能就赢了。切屏一看啊，这家老鼠能打列娜塔，但是我能打老鼠，其实我的硬实力是第2。如果说我真的不能打列娜塔的话，但是我打不了列娜塔，我这把就是第3，所以说要想夺冠就必须翻过这座山。所以说下一次对位他的时候，尝试把铁男放到边角看看，能不能延长铁男的输出和生存时间。发现调整站位确实起到了作用。杰斯呢？杰斯怎么还不2？这里递卡的时候，其实有在想要不要留一下娜美啊，到时候1星娜美换2星娜美，换取一个买卡的经济。但是转念又想，卖掉娜美也不一定能递到质量，同时还要降场面的质量，这样肯定是不可取的。最后也是卖光了牌，递到0块。当你只剩2块钱的时候，还要按下递键，你就知道你只是想见他一面。就像你执着于去敲一扇永远不会为你开启的门，那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相信，真的已经问心无愧了。龟壳还是从前那个龟壳，但是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2星杰斯。如果我是对面的列娜塔，mission 的第1大串子，显然却一定会来一句：还不点是等人脉吗？